就是用地震仪，地震仪。那这个地震仪来讲的话，在1897年引进第一部地震仪，长得这样子了哈。那地震仪其实它原理你简单知道就好了啦哈。近年来越来越进步啊，利用电脑啊，利用那种感应器哈，那差了很多。这1897年12月份哈，台北城内哈，1897年大概是日本殖民的时代哈，台北观后所，那这个就是观测地震的地方哦，这是18角楼啊，好，那科学观测年代19世纪前的地震只能仰赖文献，你看这地震仪，它地震会有这种波动哈。那1897年设立第一部地震观测仪，这是比较科学的观测了哈，不是说有地牛在那边翻哈。那这是在南投那个地震中心我去参观的时候拍的哈。那机械式地震仪是利用摆锤的惯性定律，其实利用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发生的时候，摆锤相对于地面并不晃动，但能描述它晃动的情形，就用惯性第一运动定律做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图利用那个摆锤记录那个地震的东西，这机械式地震仪。那惯性式地震仪是最常看到地震仪啦，是用牛顿的惯性定律内部的质量跟弹簧做出来，这做出来很厉害了地震发生的时候，地面的震动会让地震仪的质量产生相对运动然后就导致内部的感测器产生信号，这信号转成震波的形式它是研究跟分析在用的，知道这样就好了好，那再来这就是地震仪，有没有惯性式的？有没有看到地震震动的时候，它就一直记录，是这一个。好，那这个是电磁式地震仪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电磁线圈相互运动，产生电流与电压，利用电压、电流大小测出相对运动的速度。这是原理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电池称重用电池也是这个原理那地震发生的时候，磁铁在线圈中相对于地面不晃动，所以能够描绘出地面时晃动的情形。这是原理所以你看一下，它利用电池材料作为感测器嘛。那通过地震波通过地震仪的时候会产生压力变化，导致什么？电磁材料产生电荷变化。那这些变化变成符号，那记录地震波。好，这就是电磁。好，所以你看一下地震怎么被记录的那另外一种叫 MEMS 型地震仪，这是微机电型系统其实它就是很小的机械配合一个笔电来记录一个地震波的记录。体积小，很好携带，很好监测，成本低，就这样而已。好，微震仪配上电脑，这是微震仪。好，那这震波的记录，震动幅度，然后震动的时间，各位时间就跟周期有关系了。10次5.7秒，10次5.7秒，5到7秒，5.7秒，周期就是0.57。除以10，所以这边就算出振动周期了简单跟你讲这样就好了你要知道振动周期是什么就好好不好？那另外一种是直接用断层开挖它去看断层研究，这车龙埔断层直接挖起来，在断层在上面看，这断层研究OK， 好，那实际挖看嘛，就知道断层多少OK， 好。